等一下，这个又坏掉。Hello，红哥很准时哦，红哥。等一下，直播准备一下，怎么每次这个都坏掉？今天真的要修炼，太冷了，太冷了。红哥还在滑雪吗？现在台湾冷到也可以滑雪嘞，不一定要去日本嘞。冷到爆炸，神户更冷，真的假的？人家说什么那个台湾比日本还冷哎，不知道真的假的。没有滑雪场，确实，台湾好像那个体感都会比日本还低吧，好像是这样。哦，今天刚好出门玩，这2天出去玩，现在刚好回来开直播，赶上，然后玩到快受不了。今天去六福村玩，体感是啊，真的是啊，台湾体感比较冷哦，还是日本有那个 Uniqlo 的那个什么最顶发热衣。坏掉了呀，怎么会这样啊？今天没办法嗨烂观众的留言呢。今天是什么主题？哎呦，今天就是要更新我2026年终的加码，然后年终加码哪一些股票？但应该又到红哥的睡觉时间了。而今天设定不好设定呢，怎么搞的？跟浩哥一样开车？什么？你在开车吗？我没有在开车哦。主播可以问一下，上礼拜大跌后回弹是什么情况？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在这个股市找原因啊，你永远都找不到，永远都有一千种那个解释可以，1000种讲法可以去解释啊。不要问为什么，怎么做比较重要，怎么做比较重要。至于为什么呢？你看财报开这么好啊，跌那么多，为什么？没有逻辑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你不用去，就是股市不是很简单的那个因为 A 所以 B 的这个简单逻辑。所以其实你有时候去想为什么其实不重要，反而是你的策略要怎么规划比较重要。至于你说为什么跌吗？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原因就真的是涨太多了，涨太多了都没有修正。请问一下主播觉得 Sophie 如何？Sophie，
好，晚一点可以看一下 Sophie。哎，有声音嘞，会不会修好了？等一下，我要先把大家那个直播那个 highlight 留言 highlight 先修好啊，修不好啊。持续加码20年后再来看，短期的杂讯跟波动都正常，确实，就是你那个投资的周期放长一点看，其实都是偏小朋友的啦，偏小朋友的，大家不要太紧张啊。奇怪了，今天那个观众留言 highlight 那个部分，要再想一下怎么修，现在还修不好。Sophie，现在看一下 Sophie。我想说9点再开始做，就是哎呦 Sophie 涨7%，不错。这个线型有点惨，有点可怜。这双交叉了，双交叉了，准备探亲了 Sophie。应该有看到吧？这边双交叉了。等一下哦，这里这里双交叉嘛，对吧？这里先第一个交叉，但是又交叉回来，哎，是吗？哦，没有，双交叉这边双交叉下去了。双交叉就是这里可以看到嘛，一个20日均下穿60日均，然后这里 ENA 是在这里下穿的啊，这里又救回来，但是在这边又下穿一次，啊，现在是真的下去了。所以我说看到双均线那个20NA 下穿60NA，跟20ENA 下穿60ENA 这两个讯号很稳的，有没有？走下来后趋势就往下了。等一下，怎么有人讲那么多话？哎，UFO time，你应该是新观众，欢迎一下新观众。我今天用主播策略10档 SP-XL DCA BTD，透过 Gemini 整合了一套策略报告。但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200NA 才卖出 SP-XL 和 SGOV， 不是低卖吗？那这样 SP-XL 的持有，不就没有帮助？哦，你的意思是说，你应该要月底月买吗？月底月买吗？你说用200日来看太慢了吗？主播，你的画面好奇怪，我今天还在调整画面呢。对你很好奇，OK，这晚一点可以跟你讲为什么。那你应该是只看我最近的影片，对不对？应该只看我最近的影片。那我建议你呢，可以先去看一下。简单来说呢，你应该可以先去看这支影片，我的投资计划哦，那时候穿短袖好勇哦。我的投资计划这一部影片哦，今天那个聊天室还没修好，现在另外请问您 SP-XL 持有后的 DCA 加 BE 留多少比例资金，以及现金储备占整体资金比例？感谢。主播晚点能说明一下为什么你加码 B 这只股票吗？这只股票吗？谢谢。OK， 你说你是根据我上一次直播吗？TradingView 可以写策略，只要风暴比没有超过2，胜率没有60就不要用。风暴比超过2，胜率60就不要用。那你要写出这个策略确实有点难度。好，我先回答那个一个回答 UFO time， 你可以先看我这支影片。反正这个里面呢，就是会跟你介绍这个杠杆型 ETF 是什么概念，然后波动性损耗是什么，然后呢，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有一篇论文，这一篇论文呢，它就跑出了实证，在哪里？我应该有放时间轴啊，影片都有放时间轴，看一下，反正这一篇论文，我这个策略就在讲这篇论文啊。
就是从这篇论文来的。反正长期下来，可以直接看这个结论，就是你做这个3倍 SP 拆了杠杆轮换策略呢，你的那个回测从1928年10月到2020年12月的那个报酬率是年化报酬率是19%，年化波动率是24.9%，然后没做档78.7%，然后你的那个 Sharpe ratio 是0.61，对吧？那你去比原本单纯投资 S&P 500的话，这个 Sharpe ratio 是赢它很多啊，也比它那个你的报酬率乘以2，但是波动度大概乘以1.5而已，对不对？看得到吗？这一行跟这一行啊，所以 UFO 探你就先去看看这个影片，然后反正这个就是人家那个论文实证的结果啊，对，已经比你实证的还精确。好，等一下，太多了，我今天聊天室还没救起来，我现在看这个很慢，看一下。哦，第二个问题是什么？SP 拆了持有后 DCA 加 BDD 留多少比例资金？这部分呢，我是直接我直接信贷，我是直接信贷，然后 DCA 加 BTD 就慢慢丢。我一次就是投，我信贷款贷了多少？贷了120万，然后每次投呢，我大概投$100，大概投3000而已，所以就是慢慢加，慢慢加，慢慢加。所以简单来说，我的策略可以，我把它写在 Trading View 了嘛，就是我会按照那个图表操课。但是呢，真的很危险啊，就是上次忘了做。哎，看到这就是 DCA 跟 BDD 的时间点。所以像最近这个月呢，应该已经买了一次了，但是呢，忘记买了，又忘记一次，所以我明天开盘会把它买回来。正常来说，昨天开盘，礼拜五开盘就要买了啊，我又忘记买，可恶，很容易忘记。再看一下 B 这只股票吗？B 这只股票，你是说那个我礼拜几？礼拜三直播为什么加码这只吗？还是说为什么我原本选到这只？今天聊天室好热闹，不然主播你风暴比都抓多少？胜率抓多少？风暴比都抓多少吗？我现在没有在建这种短线的策略。如果你短线的策略的话，确实你需要去抓风暴比跟胜率。哦，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我大概跟你讲一下，这个就是风暴比的概念，就是假如你今天开了一个仓，对不对？像现在这里就可以去抓风险，不是啊，进场价假如是620的话，620，那你这边就停利，你就去抓这个660，就是40点停利嘛。那停损呢，你就去抓600啊，这样就是一个风暴比为2，然后你就长期这样去回撤，然后去做和胜率。那如果你的你的策略每次会赚2块，或是赔1块，那你的胜率其实33%以上，你就会赚钱了。33%以上就会赚钱了。但这个胜率跟风暴比要一起谈啊，要一起谈。至于要抓多少吗？我以前其实真的要写出60%以上，然后风暴比2:1，差不多，这个差不多能打。太久了，我以前建的策略风暴比跟那个胜率统计下来，那个结果好像都忘记了。现在我是建长线的策略啊，就是用资产配置的角度了，所以就不会在这种以交易的这种形式去看了。感谢提醒，那只我看了，我懂你的意思了。OK，SP 叉 U 要调整部位，单纯投 SPY 应该不用谈。对，单纯投 SPY，SP 叉 U 要调整部位，对，就是200NA 以下我就会卖嘛。像这里200NA 这边跌破200，我就会卖。这个 sale 就都是跌破，上穿又跌破，还是上穿会买回来啊，跌破我会再把它卖掉。这个差就是全部买回来啊，sale 就全部卖掉。那是因为现在是大多头，所以你会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在下面都错过了？但是重点是这种空头的时候啊，空头的时候怎么办？对不对？反正人家实证下来的结果是那样嘛，就是都写出来了，你要相信他的论文啊。杠杆加杠杆，牛市这样做其实应该有不少超额报酬。
简单来说呢，就是那个波动性损耗的话，在对于趋势盘会有利。趋势盘就是连涨啊，这种像这种就是趋势盘嘛。那像什么横盘这种，这里就是横盘，这边就比较会有波动性损耗。这种时候其实投资杠杆就会亏。然后这种时候大部分都是趋势盘，那你去看 SPY， 你就拉一个长线，你觉得是趋势盘还是盘整盘？很明显嘛，就是趋势盘。上次不是说要写一个程式来提醒要买入？对呀、我写了啊，我记得我写了啊，奇怪，哎，那怎么不见了？我写吗？我的脚本，我记得上次我写，那怎么不见了？哎，还是我写在这个里面，我写这个提醒嘛？哎，有哎，我写它怎么没提醒？哦，可能我没有开吗？我可能要建立吗？我想一下，嗯，这个要建，其实我很少用这个快讯诶。哎，阿伟的投资计划，哎，对对对，要是这个啦，买入提醒，哦干，我写完忘了建立了。哎哦，或是它只仅限一次触发后就没有了，所以应该要每根 K 线触发一次，到期，干还要设到期哦，这样我一个月要设一次哎。好，那先建立一个，干建立太多指标了，他要跟我收钱。好，那不能建立了，我只能，其实我是有看盘有看到的，因为我只能说我是有下单的，你看那天我是有下单的，但是我下太多股票了，所以我忘记下 我 SGOV 也卖了哦，但我忘记下 SPX 了，我还叫人家跟我一起做这个策略的人做这件事情，我自己忘记了，所以其实我是记得的。反正我下礼拜补买回来啊，但是 B 叉有多涨5%，妈的！你刘海太短，很像妹妹头。OK，精神狂人，你就每次都要讲一次。今天这样直播，主播没有哦，没有其他画面，靠背，忘记其他画面了啊。反正我是有写的啊，我这个策略上市这边是有写的，什么开盘提醒、收盘提醒圈，这边都有写。然后，但是他好像要建快讯，要建这个我建了啊，这里好像需要去建立快讯哦，不太会用。但是那天我是有记得的啊，阿伟的投资计划，什么日线买入提醒，那这个 DCA 日线开盘提醒要也两，它这个键好像就是你要一次用很多个提醒或的话，你需要升级啊，我没钱升级啊，反正我下次会记得啦，不会再忘记了，因为我当天我是有交易的，我今天就是要讲说我的年终奖金加码了哪一些啊，其实我等一下是要讲这个的，我要讲我加码了哪一些，所以当天我是有下单的，但是我这下了10档股票后，哦，我 SGOV 也卖了，卖一张 SGOV 有$100了，我准备要下这里了，但真的忘记了。当天太多股票，快要股票要卖了。等一下，为什么我今天没有办法 highlight 观众的留言？这样我的没有互动性呢？我试着修修看。我们是要9点才开始我这样回答你问题已经回答到9:07了。让我设定试试看。嗯，怎么设啊？我的天哪！哎，我想到了，我重新加入一次，你逼我的，重新加一个，等我一下，我先把那个观众那个留言的 highlight 的那个功能救起来。哎，这里吗？哎，算了，不会用。
还有要问问题吗？今天先回答你们的问题好了，后面再讲我的这个主题。但我会不会忘记啊？你要提醒我，要提醒我。啊，想到了，会不会是这个？好，我不知道，以后再想什么就。你有看之前做台股有学习的对象吗？哦，有，你有分享看一些台股的什么 YouTuber 之类的吗？这倒可以分享一下，可以分享一下。我之前会看做交易的时候，我会看交易医生我不知道大家他是做期货的，但我也只有参考他的做法，他们都自己在那边摸索，我没有说实话没有参考到很多人。我想一下，第一个是交易医生这个我会看一下 Acer 每天好像也都会直播吧，他来讲他的这个大家知道吗？交易医生。那第二个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那个粉砖叫年轻人的投资梦，年轻人的投资梦，他这个还有 FB， 他是那个正大年轻人的投资梦，这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些都是真的实战派的，不是在吹的，都挺有钱的。然后这个老师很年轻哦，淡江大学研究所，真的有料，真有料。然后他靠那个什么可转债翻了好几千万了吧，翻了好几千万，真的好像是有对账单那种的，不是在开玩笑。这两个吧，目前在想的话还没想到，之后想到再补充。不然还是你们有看谁可以推荐给我？你们有看谁？财经节目呢？哦，财经节目，抱歉我没看，没有在看财经节目。财经节目，我觉得那个是不是都有收费上收费上去啊？对不对？因为有一些人确实做很好，但是他上节目真的会讲那么细吗？像我这样什么权证小哥啊，那些是都做的不错，什么自由人啊，这些人就做的不错。我只有看阿伟，OK，你看的那个频道不得不说挺有料的，挺有料的，挺有料的。怎么办呢、我修不好啦，我今天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个留言 highlight 出来，我就想 highlight 这一句，先看一下，还是这个没按啊？这个没按啊？好吧，真的不会用，有空再研究。那准备讲我今天的主题了吗？其实那一天，礼拜三如果有追直播的那天，我不是说我那天就买了吗？但我后来把那天加码的全部卖掉，原本就是加码那个，大家有看这礼拜影片吗？大家有看这礼拜影片吗？有看的举手，有看的举手。2026投资策略，2026投资策略，有没有人看？这张影片就有说我把我那个资金原本就是我所有自己的钱嘛，都会投 SP 叉 l 嘛，但是我2025的策略，而2026我就把一半的钱呢拿来压在这10档股票，这10档股票怎么选出来？就是因为我订阅了这个 Thinking Alpha 这个工具嘛，它里面有一个分析师叫 Stephen Crassis，就是这个 Alpha Pix 的这叫什么？的那个 leader 就最顶的那个他的首席分析师你看他的绩效，选 Alpha Pix 绩效跟打败 S&P 500，赢这么多，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2022吧，其实是从2022吧，没记错的话，3年，屌干 SP3，然后所以然后他每年也会选那10档，然后我有针对那10档去做回测，就是回测一下他的策略啊，就是不懂的呢，就是一样去看这支影片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啊，他就会推荐10档股票啊，我就是加码那10档股票，有，OK 都有看。那但是呢，我自己拿到年终呢，我原本也要投到直接加码到他那个分析师推荐那10档股票上，但我想一想，不对，不对，也没有不对啊，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自己做，我还想要自己做。年终我投进去，其实真正自己能买大概只有我一半一样丢 SP 拆了，还是先打稳。那一半呢，原本要加码那个 Stephen Crazy 的股票，但后来我就自己做啊，我自己的做呢，我就选了10档，就在这里，用我上班闲暇的宝贵时间，偷偷选出10档股票。阿伟20260206就这10档就选了，用量化策略选出来的。这10档来，在礼拜五绩效4.4%，但是那个手机分析师选的4.67%，少输一点，小输一点。哎，主播安，哎呦，烧菌片最近赚很多钱哦，血压要去吃2颗。请问这个策略是到年底卖出吗？再换下一年的10档吗？还是说看情况？有2个卖出可能性啊，这个是他选的，我先讲他选的好了。这个 Think Alpha 这个网站呢，它会对每一只股票根据五个就是 valuation 就是估值、成长性、获利能力、动能，还有那个这个什么 EPS revision grade 就是分析师对 EPS 的修正啊，预期修正会针对这5个，然后给这只股票一个评分。然后华尔街的分析师也有评分，然后这个 Think Alpha 分析师有评分，但是这个我2个不看呢，我只看这个 Quant Score 就是用这5个选出来的。当这个 Quant Score 怎么2个掉下来了？掉到 Sale 的话，它这个评分呢有5个可能哦，这个都没有 Sale。这个有这个 Strong Buy、Hold， 还有 Buy， 还有那个 Sale 跟 Strong Sale 有这5个评分。那当这个评分掉到 Sale 跟 Strong Sale 的时候我会把那张股票卖掉。例如这个 ALL 先到好了，它变成 Sale 的话，我就卖掉。那直接1/9的钱加到这只，1/9的钱加到这只，就直接平分到其他只，让其他只继续跑。那跑到年底，对，就是拿到年底，拿到什么时候？就拿到那个 Stephen Crazy 公布2027他的 Top 10的时候。这个策略，你看我投了在那个这是写错了哦，我知道，我要调整一下。我原本礼拜3直播说要加码他的嘛，现在不加了，删掉。我要加码我自己的阿威 portfolio。没有啊，我也想看，因为我自己也是用他这个量化策略跑的。然后我想说，我量化分数跑出来拉出来跑的比他高，为什么？他为什么不选？他为什么是去选其他的？我还是有点好奇，所以我还是想自己做。这个投资组合我是投7080啊，现在是已经6%了，6%了。1月12号投的，然后我自己的呢，礼拜五才投，涨1%。today's gain 对，涨1%而已。那一天，因为我的先说结论，就是有2档我跟他选到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 INCY 跟 NUC 一模一样。所以你说最看好的还是 MU 啊？只有 NU 跟 INCY 跟他选到一模一样，其他几档跟他不一样。我看现在11个人，要吗？要开始讲我怎么选到这10档的吗？美光无敌，没错，美到发光。怎么选的？想知道吗？
想知道的，哎，现在直播11个人，点赞到11我就讲啊，没有了。我先看那个点赞，还没点赞的，现在喜欢次数只有5，还没有点赞的，先点一下。我看到了哦，现在只有5个而已，谁还没点？主播还有7个人没点赞，哎，6个，好，再一个，现在同时观看有7个人，再一个人点赞我就讲。怎么样？现在要开始直播耍任性了。好了，没有了，还是会讲，还是会讲了。然后9:20了，差不多可以讲。这10个呢，就是用它这个 Top Stock 这个功能选出来的。哎，等一下哦，这里它这里呢有一个这个 Star Screener，然后它全部的股票有24227只，然后有评分呢，有进入它这个 Thinking Alpha 这个评分系统的呢，有4293只，4293只。哎，等一下，登录一个东西。怎么说要我登录东西？等我一下，处理一下。哎呦，会不会就是我没有登录，我才没办法看到你们的那个留言啊？先登录一下，先登录一下。那有登录了吧？好了，好了，好了，登录了，登录了。那么多奇怪的东西在这里。哎，哎，有了，有了。你有买 LITE 吗？哎，你怎么知道 LITE？LITE 我选股票的时候有选到，哎，那分数蛮高的，但是我没买，因为我还是用我自己的量化分数在买啊。好，反正就点进来这里呢，它就可以用这个，看一下 Star Screener 啊，这里这个 Stock by 矿就是总共有4293只，对不对？4293只，那我就针对这里面一些条件下去筛，哦，去筛出我的股票。那我主播 Amazon 好吗？Amazon 七巨头哦，七巨头好像最近有点惨，七巨头最近有点惨。除了 Google 之外，Google 那什么 Gemini 还能打，其他呢，有一点难，有一点难。NVIDIA 应该还可以，NVIDIA 还可以。Amazon 好不好？也不能说它不好，你看它财报开这么好，但它为什么跌？而且它已经跌到趋势之下嘞。七巨头最近是真的都走不太好。哎，开太多股票了，等一下。ANZN 认错了。你看，有看过10米跳水吗？这就是10米跳水，直接咔当咔当，而且有这个红色箭头呢，是那个向下跳空的意思，向下跳空的意思，跳空跳空。那我看这个交叉也是势不可挡了，虽然它这边应该也准备往下双交叉，会进入空头趋势了。Amazon 下去了，可以帮我看一下基本面吗？
哎，等一下，你们这样要我看来看去，我要什么时候讲这个，对不对？Amazon 基本面没有问题，我只能说没有问题。估值有点高，成长性呢从 A 减掉到 B 减，成长性 B 减还是很强啊。获利能力100分 A 加 ，Momentum 动能从 B 掉到 C 了。那这个 Revision 从 B 加掉到 B 啊，最近呢近期来说都是有点动能跟这个分析师的 Revision 还有那 Growth 都是下降，然后这个估值本来就很差，所以都是确实有掉评分的，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分数还是很高。你看成长性，同行呢 Revenue 中位数 YOY 3.55，它12.38会不强吗？强啊，对不对？而且 Forward 也是屌打，你看这里都赢啊。EPS 成长呢，它同行一年只能涨1.2% 啊，它是多少？29.66，29.66怎么可能不强？超强，对不对？远期的 Forward 的那个 EPS 也是超强，成长性也都屌干它的同行，那为什么它会跌？获利能力更不用说，都是 A 加了嘛，都是 A 加了。它同行毛利率38.63，它50.29。EBITDA 它同行10.92，它20.33，对不对？那个 income 也屌打。它 ROE 看到吗？22.29啊，同行只有9.97啊，超高。但就是动能跟那个成长性跟 Revision 分析师对它的预期变差，所以这3个点导致它最近评分有点掉。但预期简单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强，但就最近没有在趋势上了，被降了一点评分。哎，我有点小感冒啊，所以我今天可能直播都会擤一下鼻涕。好了好了，要回来讲我怎么选出来了吗？要回来想吗？怎么还是6个按赞？现在11个人在看，还是6个按赞，就没人要点一下吗？这个是HSUYUAN 许璇 AC Gamer， 哎，游戏咖吗？这是 Google 跟 Amazon 都是因为资本支出过高才这样。那如果在预期内或更低，难道不会像这次暴跌吗？好，潘少俊主播帮你按2次赞，谢啦。你可以按第3次。哎，等一下，那个相机也太烫了，画面不见了。他们7巨头资本支出都超高的啊，资本支出现在都上调很多啊。但不能只讲那个 Google 跟 Amazon 啊，那你那个都调那么多，对不对？7巨头都嘛调很多，7巨头都嘛调很多。看刚刚那个 Amazon， 你看资本支出，资本支出在哪里？找一下。资本支出应该要看现金流量表吧？资本支出，哎，这个，202，看这里，这里就资本支出，这个 Capex， 哎，25000，32000、35000、39000，那他们要投钱去搞 AI，一定要越花越多的啊。但他们到底有没有从这当中赚到更多？我觉得那一定是你不可能刚投就有回报嘛，这就是需要时间的东西。但是他们资本支出上调，这是势必的啊。但你看他们之后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还有电力，还有什么一堆什么小的哦，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 AI，这个资本支出之后要收回来，都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哎，佩佩安安，那你又带查理布朗，你又带史努比来了。刚来的请按赞，谢谢。哎呦，帅哥，我很想听，帅哥很想听。啊，我先把我今天8个了，好，开始讲。不是，你是说 SanDisk，等一下才能跟你讲了。好，至于今天的结论，今天的那个主题是什么？现在人很多，13个可以讲了，就是我怎么选出我自己阿伟的那个 portfolio top 10，怎么选出来的？好，然后先是到这个 Star Screener， 然后呢，这里有量化分数大概4293家，所有的公司大概24227家，那我就是用这个 Starbucks Quant 选出来的。那跟你们讲一下，我大概用哪一些条件去把那10档筛出来，怎么把那10档筛出来？好，我是纯量化，
纯量化，就是我没有管那家公司在做什么小的，不能说没有在管它做什么小，就是它量化分数我要求很严格，所以我是很要求它的那些分数的。好，这个阿伟就是我筛出来的方法啊，可以先看一下我怎么筛的呢？哦，有点难啊。对，可能我之后拍影片跟大家讲一些基本面的东西啊，但是现在还是先讲。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Quant Ranking， 就是这个 Thinking Alpha 给每一只股票的评分要落在 Strong Buy， 要落在 Strong Buy。为什么？这个量化评分有这么屌吗？真的有这么屌吗？那我们就先来看这里，来看这个量化评分屌不屌？这个量化评分到底能不能信，对不对？不能起来就过来就相信他嘛，刚进来要相信他。来 ，Thinking Alpha 的这个量化评分的表现，从这个什么开始？2021大概2月5号开始啊，到今年这个今天嘛，可以看一下，如果 Thinking Alpha 的这个 Strong Buy Performance 就是 Strong Buy 的这个绩效是193.13，华尔街的分析师啊6.25%啊，我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可以领那么高薪，为什么？应该是我要进华尔街吧？怎么是他们在华尔街 ？S&P 500 62.65%，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买 S&P 500都去听那些比去听那些华尔街的分析师还屌哦。买 S&P 500这4年呢，你也是62.65%，那所以 Thinking Alpha 的那个 Strong Buy 的绩效屌打他们，屌打2个字哦，屌打。而且你看2021。它是26.75%啊，华尔街分析师负8.98，也会太小吗？负8.98，S&P 500 23.08，2022大家亏钱，但是它只有亏1.07，华尔街分析师亏麻了，亏29.11，S&P 500亏11.7，后面这边要自己看，2023、2024、2025、2026全部屌打，2026今年才刚还没跑完嘛。这个 Strong Buy 呢已经跑了6.22% 了，那华尔街分析师已经开始亏了，已经开始输了，然后 S&P 500是2.96，所以呢，简单来说，他们就是可以信的，这个强买这个就是可以信的。那再讲一下第二个东西是，那他们这个分析师能不能信呢？对不对？分析师的话，这个是 Thinking Alpha 他们自己的分析师，66.76%，从2021 2月5号跑到现在的绩效66.76，然后 S&P 500。62.65%，华尔街分析师刚刚讲6.25%，华尔分析师可以先删掉了，没用，对不对？那这个 Thinking Alpha 分析师其实绩效也只有赢这个 S&P 500一点点啊，所以我也是没有把他们的这些想法纳进来啊。SA 的那个 Thinking Alpha 分析师，所以他这边其实是可以去加他们分析师的看法的。这个 SA 的这个分析师的那个 rating 啊，我没有相信。好，那第一个评分嘛，讲了，就是 Quant Ranking 就是要是 Strong Buy。那接下来讲，第二个就是先看下面好了，先看我主要比较要求的是获利能力，跟那个成长性这两个东西，我会很强的去要求，然后就随便挑一张股票来讲。好，先看获利能力好了。要先看得懂财报，什么地方是代表获利能力呢？什么地方代表获利能力呢？获利能力最简单来说，我先都开那个占 revenue 的几趴来看，毛利率这就是获利能力啊，这个净利率就是应该说营业利益率啊，还有这个最后你的 net income， 就是最后赚到的钱。这个占你的营收的几 percent， 这些东西就是代表你公司会赚钱嘛，对不对？这些东西代表你公司会赚钱。OK， 那开始看怎么看呢？第一个就是在哪里？这里。好，我会先要求这个EBITDA margin 要是大于0的 ，EBITDA margin 要大于0。为什么 ？EBIT 是哪里 ？EBIT 其实就类似在这里，这里就是 EBIT， 要大于，代表你这家公司的这意思就是你这家公司的本业要赚到钱，就是你 EBIT EBIT EBITDA 要大于0加那个折旧跟那个什么摊销要大于0 ，EBITDA 要大于0，所以我还是把它开回来好了，给你看。
这个 EBITDA 大于零，代表它的本业是有赚钱的哦。像它这个有没有大于零都有嘛，美光都有大于零哦，所以这个就是会被选到的。好，第二个呢，要看到的是 net income margin 要大于零，就是你最后你的损益表就是本业，然后加什么业外那些什么什么税什么扣一扣啊，就是你最后真的会拿到你公司口袋，就是你的那个 income， 那要大于零，就是你这家公司真的有赚钱。第一个是本业有赚钱啊，第二个是本业加业外，哎，真的有钱进来，就这里，这个是 net income margin， 就这边也要赚钱。所以像这就挂号就是亏钱，那这时候讲2023的这个8月，美光我都不会被选进来了，这个要大于零。然后讲2个了嘛，第3个就是这个营运现金流量 （cash from operations）， 营运现金流量在那个 cash flow 这里，营运现金流量，这也要大于零。这上面就是代表它是整个营业活动做完的时候，它的现金从这个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要大于零。为什么？就代表你从你的整个营运活动，你对公司的营运，你会一直有现金流进来，所以这个也要大于零。然后刚刚这个 EBIT 跟 EBITDA 其实类似的概念，这个是加了折旧跟摊销，所以这2个都要大于零。那这 EBIT 我不讲，那 net income 我也讲完了嘛。好，那第3个是什么？就是自由现金流量的 margin。什么是自由现金流量呢？这个就比较难一点了。自由现金流量，你可以先把它想成就是这个营运现金流量啊，去加上什么？去加上资本支出啊，去扣掉这个资本支出。要是大于零的，要是大于零的，那就代表你这家公司在那个营运产生的钱，那你再去投资那些厂房之后，你还是有剩的钱在口袋，然后你还是有但是这些钱可以干嘛？你可以拿来回购你的股票啊，或是要拿去发股利啊，干嘛都可以。这个东西才代表是真正股东的钱。这都要有点财务的那个背景，可能才会知道这些东西在干嘛。所以这个这3张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跟现金流量表3张，我之后会拍影片跟大家解释里面的一些会计项目在讲是什么。好哦，讲了，然后第3个呢，这个就有一点难了，这有点难的。这个就是 Return on Common Equity， 就是 ROE。ROE 是什么 ？ROE 是什么？就是你公司上市嘛，你去筹资嘛，去发股票嘛。那这些你发股票筹到的这些钱呢，你拿去做你那些本业或是做那些营业活动，那最后这些钱返回来到那个股东身上的收益率是多少？例如我们一起出资1000块啊，去干这个生意，那1年赚150，那你这个 ROE 就是15%。用这1000块赚150，那就是15%。那我要求什么？我要求这个在15%以上。刚刚前面这些都是要求在大于零就好，就是你只要有赚都好，有赚都好。但是这个 ROE 唯独 ROE 我要求要大于15%，为什么？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巴菲特啊，巴菲特的选股逻辑，从8%及格线到15%卓越门槛，看懂巴菲特最重要的效率指标 ROE。这也是查理蒙格他们选股的时候最相信的一个指标，就是 ROE。所以这个不是我讲的。那这个 ROE 我要求它是卓越以上，就是要比卓越更顶，就是15%。讲到这里会不会有人睡着？会不会太无聊？直接讲结果。好啦，反正这些都是获利能力，我就要求了这么多 ，OK 吗？获利能力又要求这6项，这边是获利能力。那上面这里呢？我要开始讲成长性了，成长性我要求蛮狠的。好，成长性开始讲。第一个是这个 ROE， 我要你的 ROE 远期的 ROE 是成长的。这边就要先讲到远期这个东西是什么概念。远期这个东西是什么概念？我们再来看一下成长性。我主要在乎的都比较会是这个 forward。forward 就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例如我先看这个 EBITDA forward 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拿给 Jim 来翻译好了。用中文跟我解释这个 FWD 是什么意思。这个 forward 就是远期的看法，它主要看的是展望未来，因为我们买股票是买它的未来，对不对？那这个展望怎么来呢？等于说这个东西还没被公布，
但是有他们自己公司，例如那个 Earning Talking，Earning 他们会出来讲他们自己公司的状况嘛，然后会跟那些分析师或一些人去讲他们公司的状况，而那些分析师自己的共识确定这家公司之后会是多少的那个共识产生出来的。好，先看起点，就是这个 FY-1，就是已经公布的，那终点就是 FY-2，就是后年的分析师预测收入，然后你这之间再去算一个什么？再去算一个 CAG 啊，就是复合年增率啊，就会得到了这个东西了。Forward 是怎么算出来？就是这样算，就先前年跟后年算出来的这个预期的平均复合平均就是。所以就是分析师对他未来的看法，未来2年后的看法，等于说他说这个平均这个美光这家公司呢，这个 EBIT 跟这个 EPITDA， 就是简单说它本业收入会涨210%跟198%很夸张吧？不是这个210%跟97.68%，也就是他今年营收1亿，明年就是2亿1000万夸不夸张？这夸不夸张？那我要求这个要大于0。就是你这个远期的这个 EBIT 一定要是成长的嘛？我是主要我自己的投资逻辑是成长股、成长的投资，我不是价值型的，所以我主要就是要求就是要成长。那这样大家都懂吗？这个 EBITDA forward， 那 EPS forward、Revenue forward 跟这个 ROE forward， 我4个都要求你都要成长就是你不能分析师预期你是不成长的，简单来说长这样。好，那这些股票选出来呢？我们刚刚说了几家，4000多家嘛，对不对？那剩几家呢？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剩几家，就剩下31家了啊！你会不会觉得很夸张？这么多公司，这么多公司哦，你就知道真正表现到这个卓越的公司是多么少。我们刚刚说了几家，4293家，我就透过刚刚那些筛选标准，就剩下31家了31家，剩下31家。那31家太多了嘛，因为我只预计我要投10家而已，不是预期我要投10家，所以我现在的逻辑就只有你的营收要成长，你的本业要成长，你的 EPS 要成长，你的 ROE 要成长，还有你的营运现金流量，你的 net income， 还有你的那个本业跟 EBITDA 跟 EBIT， 还有你的自由现金流量，还有这些东西要大于0，然后你的 ROE 大于15%，就这样挑一挑，剩下15家，剩下31家，快没得挑了。但是接下来就是继续看它这个量化分数。那我就去想一下，这5个量化分数到底哪个最重要？大家觉得哪个最重要？等一下，聊天室坏掉是不是？现在我自己讲了好久，让我喝口水。大家觉得这5个哪个最重要？大家觉得这5个量化分数哪个是需要第一个看的？最先需要看的，最先需要分析的？我直接讲这5个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说我觉得成长最重要了。如果你叫我讲的话，我觉得成长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那第2名呢，就是获利能力所以我刚刚这股票筛选里面也只针对这2个东西下去筛嘛，因为这2个东西才真正跟基本面有关系。我是想要拿1年的股票，我会希望它的基本面一定要强，基本面强，然后价格被低估那都没关系。我觉得它只要成长很强劲，总会有人，它的需求量就是它真正的，就是他知道它不是被炒作的，它就真正有那个潜力的股票。所以我是最要求的是这个基本面的这2个东西，就是成长性跟获利能力。那至于我觉得最不重要的是什么？最不重要的我觉得是估值估值不是说不重要，就是估值其中有个指标很关键，其中一个是重要的。那 momentum 也很重要 ，momentum 就是这张股票相对于它同行最近涨了多少，这也很重要。它要跑赢它的同行嘛，例如它是水泥产业，它就要跑赢它其他水泥产业的这个的报酬率，3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就要跑赢嘛。好吧，那最不重要的是什么？最不重要我觉得是
啊，我觉得都很重要。反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获利能力跟这个成长性，这两个是我觉得首屈一指的最重要的。所以我就是在要求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这个成长性。成长性跟获利能力，你都要是在这个 A 段班，量化分数的 A 段班。OK，那这样筛下来剩下几家？就只剩下14家，31家又剩下14家，从4900多家，谁要剩下14家？那这我只是想要投资10家，那这14家怎么办？我就最后用了一个指标，选降密排列去选出前10家。我用什么指标呢？我用的就是估值里面的这个，看一下估值，我用估值指标里面的唯一一个指标，就是有人正在看我影片，应该知道是哪一个。我应该有讲过，就是这个 PEG，GAPTTN，对吧？不是 PEG Non-Gap Forward，我用这个。像这家公司就没有，没有的话就不会被我选到，因为我就希望它有。GFI 我有选到，那这个有。那这个指标是什么意思呢？这指标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在讲什么本益比。玉婷安安主播有人哦，原来真的有人在看我讲这些。这个指标我就是降密排列去看这个东西。这个指标怎么用的？它简单来说呢，它是用大家都讲 PE ratio 嘛，但我觉得 PE ratio 不够精准，就是因为你看的 PE ratio 其实 P 变动的很快，那 N 你一季才公布一次，对不对？所以你的 PE ratio 其实那个都会高居被股价波动给影响。那所以我觉得需要做一点调整。那应该怎么调整呢？应该要把这家公司的成长性也考虑进去。所以它是在它的分母多除了一个这个成长性，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个本益比是有经过这个成长性修正，要把这个成长性考虑进去，修正它的本益比。那再去看它比它的同行低估多少，那我就是取这个比它的同行低估的这个前10名就是最后找到我这个阿伟2026的0206的10只股票 ，OK 吗？是不是有点复杂？讲完了，有不懂的地方吗？不懂的地方吗？有点复杂，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先拍影片跟大家讲一些会计的那3大报表怎么用，不然其实你要直接听懂好像有点难度，有什么问题吗？有人真的从头到尾听完了吗？我很好奇。有人听完了吗？好，看来大家对我那个10只股票没什么兴趣，反正我之后会拍影片跟大家讲。为 M7Q，请问主播投资几年了？刚进来，OK，那我觉得你可以先点个赞，对不对？投资几年了？我其实从大学就都在投资了，但那时候没什么钱啊，那时候小屁孩一个，对不对？那时候做的是虚拟货币。我记得我从大一升大二吧，差不多左右，或大一我就有在大一大二左右。然后我现在是大一大二是几岁啊？19岁吗？19岁吗？然后我到现在是28岁了，28岁了。雨弟说今天有事比较晚进来，明天再玩。OK，我直播影片其实最后都会留档，给大家看一下。就如果最后没有追到我直播的人，我今天换封面，换有这个白底黑字有比较帅吗？我都会留档，然后我都会给大家看一下。我影片后面都会在上今天讨论的什么，还有这些时间轴我也都会上。所以你真的想看我讨论什么，其实你可以先来看这里面你有没有兴趣的。如果你看回放的人啊，没那么多时间的，你可以看这里面有没有我有兴趣的东西。有兴趣你就点这个时间轴下去看就好。但这个我通常都要1-2天后才会做出来，因为这个毕竟然后也会上这个 CC 字幕，大家看影片可以上这个。一圈又来了168一圈，可以看这个字幕。我最后都会上中文字幕，但都会可能要1-2天后，就1-2天后。就是如果没时间追直播的人，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追。然后今天那个聊天室观众的highlight 那个功能坏掉了，修不好。
所以今天只能我在这边自嗨了。还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我的10个那个策略讲完了，然后就挑出这10档。那至于这10档，现在先开放10秒让大家解读。我会再拍影片跟大家讲。我觉得这个小复杂啦，小复杂。这个选股方法我挑出来的，然后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后面要跟大家讲一些财报的东西，大家才知道我为什么怎么挑出这10档。有吗？大家有问题要问吗？哎，会不会在这里呀、哎，能问台湾能啊能啊，这边都能问都能问。喂 MTQ，你是投资几年的？都可以问都可以问。那你问的话，可以先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我就回答你。啊，开玩笑的，你可以问啊。现在刚好没人要问，都给你问。台股，我今天还没讲行情呢，今天还没把所有强平行情过一遍呢。去年才开始已订阅哦，OK OK。那我们先讲台股的图好了，今天你既然都问了，讲一下讲一下。先看一下这个加权指数，看一下加权指数，这个是台子期，台子。一样先拉一下那个1年的成交量分布。目前密集成交区在这里，最近的在这里，哪里？还很远啊，27850左右吧，还很远。然后下一个在很下面，不用看。然后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打到20NA，价格打到20NA，因为20NA 现价在这里，抵扣价哪里？抵扣价在这里，对，抵扣价在这里，现价比抵扣价高，所以这个20NA 就是2条白线，20NA 跟21NA 都是有支撑性的，看到吗？这里，所以这边都是有支撑的。那很明显的，这个价格打到20NA 就被反弹上去了。目前，所以台股这边可以加码，但是现在已经弹上去了。然后未来怎么走？未来20NA 抵扣价会走到这里，对不对？到这里。然后现价看起来都还是会比它高啦，所以20NA 都还是有支撑。那60NA 抵扣价更远了，在这里，120NA 抵扣价在这里啊，现价比它高，所以这个黄色线跟紫色线都往右方向走，所以不要吓自己，就不要觉得现在好高了、好可怕什么的，就是趋势都还是多头趋势，所以就是继续拿着。张泽佳问这个，你看好特斯拉吗？特斯拉只能说，如果你说我信不信什么马斯克，我自己觉得我是真的信啊，因为他说的全部都做到。还是看一下这个特斯拉的财务评级，特斯拉的那个估值还是真的太高了，就这个人魅力还是怎么样？看他的估值全部都是 F 啊，然后成长性呢 C 加 C 减 A 减，所以是成长性越变越好，获利能力 A 加，动能 B 加 A B 减，动能小掉一减。那这个 Refinition 是 D 加掉到 C 加掉到 C，这家公司估值真的是有点糟，但是成长性跟获利能力都有，所以财报是真的不会骗人的。这家公司的获利能力真的都比它同行还强。这个看一下这里，可是前半段这边都输哦，所以这获利能力最屌最赢的是哪里？是这个资本支出哦，这个营运现金流量。听说他们最近展开那个什么，那什么东西，
他们的 FSD， 大家知道 FSD 吗？就是你有开特斯拉，你就知道，就是那个自动驾驶 FSD 这个东西。然后订阅制已经过，那个买断制已经过了，所以你之后开特斯拉，你只要自动驾驶的话，都要跟 Netflix 一样是要缴月费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就会优化到这个公司财务报表的这个现金流量，现金流量表的营运现金流量，对这个就会很有帮助。为什么会很有帮助呢？就是你就可以先收到现金，那你先收到现金，你就可以先投资。所以你看特斯拉这家公司的财报，我看给大家看多扯，这家公司真的不是大家在那边说嘴炮什么本梦比什么的，是真的都有收入进来。来看一下，只是最近有点小卡关啊，最近有小卡关。他以前呢，这年报哦，假如从2017好了，看更之前，这家公司上市的时候收入只有7000，现在这个单位是什么？单位在这里。million，OK 吗？7000117然后21461、24578、31536、53823，然后到8了，9了，到9这里有点小卡关，收入有点上不去了，可以看这个图，收入到这里有点卡住了，就是它的规模要怎么越做越大，不知道了，对不对？那我们看毛利率，毛利率这个要怎么看？就是要先把它换成这个占 revenue 的几 percent。也就是呢，他假如赚100块的话，他以前啊，这里赚100块，然后他的成本只有多少？只有75块，所以他可以收25块。可到现在，他的毛利越掉越低，从25变成18、17，好，到这边就差不多固定下来了，没办法再优化了。那看最后他的本业100块会多少钱到他口袋呢？现在只剩下4块多了。以前很高啊，看这里，2021年的时候，100块又这里就是扣掉一些什么推广研，就是推销、管理、研发的那些费用后，现在怎样？原本还有12块，然后16块9块、7块、4块、4块，所以就越来越，只能说差不多定在这里了。就你收入要在做大的同时呢，改善你的这个获利能力。其实这件事情能做到的话，你的股价就是一个双引擎会往上冲，会双引擎哦。就是假如我100块的收入，明年可以变200块，对不对？那我100块的成本是50块，明年我的成本只变到75块，变成赚125块。那这样的公司就是特别的猛，特别猛。但这家公司很难啊。但特斯拉就财报而言的话，这里有点卡关了，卡住了。可能规模太大或者收入太大，有点卡住了。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那个马斯克最近太忙，对不对？6家公司，动不动还要射火星上去，对不对？动不动还要把晶片植入人的脑袋。然后还有什么？他拿6家，还要在那个 X 上面收购了 X，还要在上面那个照顾那些股民的那些心情，对不对？特斯拉大跌怎么办？啊，这个人太忙了。然后最近还要跟川普吃饭啊，很多东西都他在搞。主播投资到现在单笔最多赚多少？他没印象了，我本金也没有很大，我才刚刚出社会工作个几年，是能赚多少？明天感觉很危险，怎么看的？单笔最多赚多少？赚10万吗？我忘记了。因为其实我投资都是很多很长很分批很长线的现在的策略啦。以前那个小打小闹的全部都忘记了，那时候都在亏手续费而已。然后现在长线，然后丢长期。我从去年才开始，可以看我第一支影片，去年的半年后才开始吧，才做这件事情。那这边长线投资的话，就很难去看单笔到底赚多少。明天感觉很危险这个又是危言耸听了。我说了嘛，那个台股明天它现在是打到20A，被反弹上来了，对不对？然后20A 会继续往右上角走，所以你看，假如这个价格跌下来，最多也打到20A 这里多少？这也跌不了多少了，我觉得很安全啊。不一定要看一下美股，美股是往上喷吗？怕什么？美股也往上喷啊，但是 SPY 就不一样了。讲下 SPY 向下打到60A，60A 的抵扣价在哪里？在这里，未来会往下走。现价还是比它高，所以这个黄色线还是有支撑的。然后往上打，20A 抵扣价在这里，对不对？往上走到这里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现价比抵扣价还低，对不对？所以20A 会怎样？20A 会有压力，所以是被这个2根线压上来了。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涨出的这个上影线被压下来了，那就要看20年 A 抵扣价位走到这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SPY 应该要下来，应该是比合理一点是要下来啦，因为抵扣价往上嘛，你的现价比抵扣价低，这根线就是压力。那等到这个20年 A 往下走的时候，你再赶快穿过它，这样才会重新在一个比较更好的角度。看看2330就知道，2330 ，OK， 看一下2330。哎，忘了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了，哎，就是我不是说我前面用了我的那个筛选方法筛出的股票10档里面有 TSM 啊，就是我是这10档我是有投资台积电的，好不好？那我就来看一下2330怎么样。2330基本上就跟那个一样啊，就跟大盘一样啊。来，20 A 抵扣价，明天在哪里？明天就在这里。收盘在这里。我不要这样画好，这样画好丑。明天抵扣价就是走到这里，可以吗？那你觉得现价有没有比抵扣价还高？现价有没有比抵扣价还高？你觉得明天会杀到这里吗？不能说不会啊，但是几率很低。明天那个台积电掉10%也掉不到1700吧？现在多少？1780。哎，会吗？不会啦，想太多啦。就明天，除非台积电直接杀到这里，好不好？比抵扣价还低，不然这根20年 A 都是有支撑的，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压力，没什么压力。就算真的掉下来了，好不好？那我觉得这边也是好的买点，因为20年 A 继续往上走，哦，这根线掉下来，它最后还是会这样涨回去的，还是会涨回去，还是把它拽回去，除非就是比较危险，就是的走法就是台积电在这里，这样，哎，有然后抵扣价已经走上来了，走到这里了。对不对？那这两根线会开始变成有压力，要把价格往下压，这样 OK 吗？大家有听懂啊？就是我自己的短线的分析都是看均线，我没有用其他的指标，就是看均线而已啊。还有一个工具啊，就是这个价格成交量分布，我就看这两个东西而已啊。你看目前有密集成交区哪里？都在下面啊。密集成交区这里有一波吧，密集成交区。那自己都还没有密集成交区啊，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了。大盘指数看23，对啊，差不多。台积电这个占了不知道几成了，5、6成吧。大家今天那边有很冷，那快冷死了。大家觉得股市比较冷还是韩流比较冷？题外话啊，今天去六福村玩，干冷到炸。我很久没去六福村了。刚好朋友就要去六福村。有够没落的我不知道六福村现在那么夸张我是用一个什么票根减几块的那个门票，六福村现在门票还要700块，啊停车呢停车要200块，啊这样900块就没了。然后里面一堆设施都在维护，一堆设施都在维护，所以不知道在干嘛。好了，现在进入聊聊天时间了。那我今天的那个观众留言还是六福村不是门票1400吗？没有啦，700块吧，一个人700吧，一个人1400在抢哦，有人会去哦，哈哈哈哈！你说六福村吗？你说那么冷会不会有人出去啊？今天人真的超少。之前我就有小时候，是小时候啊，到六福村的时候，他有那个表演嘛，那个整个厅都是坐满的。然后今天那个厅应该只有坐个前5排吧，就是那个例如那个看电影只有前5排有坐观众而已。然后还有一个环节有点尴尬啊，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快睡着了，就是我在外面被那个风吹到快死掉了，然后那时候已经快睡着了。然后那个他会把那个一个很大那个球呢，然后是那个会弹的球，然后丢到那个观众席，然后叫观众在那边推。以前啊都会这样推到最后面，对不对？那今天人真的是太少了，就那个球一直跟那个又推回台上，台上要推下来，又推回台上那样，有尬的。好了，有没有要问投资的问题？现在可以发问。
有人要问问题吗？主播有分析到 VT 的吗？对耶，今天没有认真把强行讲一次，哎，不然今天就是大家想要听的我就讲 VT 好像没什么好讲的。BP 就是投资整个世界，投资整个世界。4K set 10. 什么东西？玩到什么？哎，等一下，主播你中加码是你自己挑的死档吗？对对对，我礼拜三原本是要想要加他死档，但我后来把它卖掉了，我要加我自己的。等一下，我要修好了哎，这样修好了哎，等一下自己怎么？大家应该有看到吗？哎，为什么只显示这两个人？坏掉了是不是？我，等一下，叮铃，他今天怎么变这样？test 123，等一下，怎么大家跟我一下这边 test 啊？突然间就修好了，但是我们还是没办法 highlight 大家的那个的讲话。再测试一次。Ryan 今天这么晚才来哦。好，修好了，修好了。等一下，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好的，每次都这样，我不修好。啊，现在有没有大家现在已经到 Q&A 时间了，有人要问吗？现在要问问题的赶紧。刚刚在看动画，什么动画？我好久没看动画嘞。有什么好看的动画？有玩大怒神吗？哦，你说6个玩大怒神，刚好维修中，但是不知道什么维修中那个工作人员还是让我搭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在想我等下会不会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他大怒神以前是这样，我3次，咚咚咚，啊，今天就是这样1次，咚啊，今天就是没那么可怕，不是没那么可怕，就是可怕的是，从上面掉下来那个速度有够冷，今天太冷了，冷到他妈那个鼻子都快掉出来。福利连2，葬送的福利连吗？我没看，其实我很少看动漫，但是我会知道那些是什么。好看吗？没有，笑死，是太冷。对啊，大家今天有没有出门啊？你今天出门的真的都是勇者啊！我只能说今天有出门的都是勇者，好不好？要不先看 VT 哦，刚才没讲 VT 啊，VT 是其实也都一样看一下。没有不一样哦，VT 不一样哦。刚刚怎么讲一样的？密集程序圈啊，密集程序在这里哦，这有一个密集程序区哦，看到吗？这个密集程序区在这里，但是现价看一下，现价比抵扣价还高，所以这个20A 应该还是有支撑的。20A 跟这个密集程序差不多，然后现在站上这个密集程序区，所以下面这里是有支撑的。那60A 跟120A 都一样，抵扣价都在下面，所以一样会继续往上走。所以这个我觉得趋势一样是向上的。没切画面，看一下
再讲一次 VT。看一下，这里密集成交区，密集成交区在这里，看到吗？然后抵扣价在哪里？20A 抵扣价在这里，然后现价比抵扣价还高，所以20A 持续往前走的话是有压力的，这个是有压力的 ，OK 吗？那现在刚好站上密集成交区也站上20A，所以下面都有支撑，60A 跟120A 都比现价还低，所以这两根会持续朝右上方运行，所以都是有支撑的，VT 也是有支撑的。哎，那个 VBN 位，哎，这个太挡路了。修好后我再跟大家讲怎么用啊。请问你是读商科吗？没错，我是读商科的，我是读大学是念财务金融学系，然后研究所是念财务管理所。但是你说读这些是不是就很会分析股票？也没有，其实不太会。就这些东西，只是让你变成一个很好的工作者，会学到相关的知识啊。所以你要会分析股票这些东西，还是要自己去学。像上课他不会教你技术分析的，他是不会跟你说这个线要怎么看，是没这个东西的。OK 吗？刚好讲完了。哎，还要问的吗？还要问的吗？自己怎么真的变成这样，好怪哦。好啦，赶紧修好再开这个。所以 VT 我觉得没有压力啊，现在刚好站上密集成交区跟那个均线是可以持有的。刚好像有人问那个什么，我真的有投那10档吗？有，看一下。我帅哥好像帅哥问的，帅哥有问说我是不是年终是加码自己那10档吗？哦，年终一半，反正我入金30万吧，然后15万拿去投 SP 拆了，然后15万我就投我自己的。原本礼拜3直播结束，我是说要投这10档，好吧？这 AMD 那天跌到吓到脱裤子啊，所以呢，我原本是要加码这10档，但后来我想要算了，我相信我自己，对不对？我就自己选了10档，然后我就在礼拜5的时候就加码这10档。真的有做哦，这个那个什么，对账单在这里，真的有做啊，这10档要截图哦，自己截图。这网站说是有中文版的，等一下，什么中文版？哪个网站？你说这个 Thinking Alpha 吗？还是什么网站有中文版？可以分析日股任天堂吗？上礼拜大跌，任天堂好像有听说然后游戏股哦，哎呦，对啊，Thinking Alpha OK，那我蛮期待的，因为我现在看的都是中文版，然后都自己按这个翻译在翻，然后它翻的很差，英文没那么好。任天堂有什么代码吗？有代号吗？任天堂的代码知道吗？任天堂，来这边有没有知道任天堂的代码？问一下信贷的，我先回答那个任天堂啊，任天堂股票代码叫什么？TYO7974是吗？对，7974.T，那自己查得到吗？我看是应该有没有收入，应该没有吧？应该只有美股而已。好吧，没有，那就只能看这个现行的。这个吗？现在这个关掉。Nintendo
哎呦，哎呦，这怎么长这样？其实这个要不要跌已经不用看了，就其实你去看它在这里的时候，哎，这里双交叉，哎，后面有被拉回来，又双交叉回去，对不对？那在这里呢，又双交叉了，这两个红叉跟这两个红叉，红色十字跟红色叉，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个代表什么呢？就是这个20A 下穿60A，跟这里也交叉一个啊，这里两个交叉后，其实就是这边在这一根12月10号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确定是空头趋势的开始了。那在这里呢，哎，又打回了这个20A，哎，往下掉。那为什么打到20A 往下掉呢？因为现价，因为它抵扣价在那里，它抵扣价在这里的，它价格在这边的时候，抵扣价应该在这里，对不对？抵扣价在这里，拉一下好了，因为有人不知道。打到的时候，差不多这边打到嘛，对不对？那抵扣价在哪里？抵扣价在这里。它现价比抵扣价低，所以20A 是有压力的，又把价格往下压，对不对？那掉下来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分析的，就是它已经很早要进入空头趋势了，很早要进入空头趋势了，在12月10号的时候，202512月10号就确定是空头趋势了。那财报呢？财报日股我不知道怎么看财报，看不太到财报。我没有什么看日股的分析网站，除非叫用那个雅虎 Finance 应该会有吧？雅虎 Finance 我就不太会用了。但我觉得它不是它这个刚看那现行哦，Financial 这边看财报，收入的话160这个160、167、116，这掉下来啦，这收入掉下来，可是它收入又有上去，然后下面这里 EPS 也没上去，都一样，所以就有点持平了，上不去了。哦，原来就是那个趋势分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的影片，反正我还是讲一下，要看技术分析的话，那一支影片来这里，这个破解移动平均线的秘密，让你赢在股市。这里面我具体去讲一下，我用的均线是怎么用的，大家再去看一下。哎，很乖耶，那时候用手写，对不对？但我觉得我之后再拍一集好了，因为那时候有人说叫我不要用什么手机截图，确实用手机截图有点截的有点烂，对不对？我可能之后再讲一次，用电脑再录一次。但你现在可以先去看这一部。好了好了，还有问题吗？明天又要冷冷的去上班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哎，这寒流什么时候走啊？我鼻子很烂哎，就是只要冷空气的时候直接炸掉。有人跟我一样吗？就什么洗完澡或是那个冷空气的时候，鼻子都直接就是会一直流鼻涕。那我最近有考虑去做那个什么过敏原检测，大家有做过这个东西吗？要花一些钱。哎，主播还有继续研究虾皮吗？有啊有啊，还是有研究虾皮啊。最近在研究那个虾皮分润计划怎么赚钱，但是还还不会马上来做了。帅哥要哭了，哎，哦，等一下，我都没有理他哦。哦，请问一下，信贷的部分是一次分配 SP 拆了跟 SGOV，还是有留定一定额？OK，信贷的部分吗？
我信贷的部分完全都是丢在 SGOV 的，然后信贷的部分我完全都是丢在 SGOV， 然后等那个 DCA 跟 BTD 的时候我才会进去，等 DCA 跟 BTD 的时候我才会进去。就是我现在丢 SPX 咯，都是我自己投资进去的钱啊，就是我自己的闲钱啊。大家那个借贷的钱还是尽量不要做太大的风险性，所以就真的是当市场下跌，或是每个月的这个 DCA， 每个月第3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会做 DCA， 那时候我会买，也才买多少？$100，3000块台币，3000多块台币，对不对？然后 BDD 的时候我也买一次，BDD 我也买一次，所以一个月大概也就买几次，也没有买很多次。这边看下来啊，大家自己算啊。这个月比较多次，5次、3次、2次、3次，这都是用我那个什么信贷丢在 SGOV 的钱，反正只要有 DCA 啊，只要有跌1%的时候，我就会卖一个 SGOV， 然后买$100的 SPX 咯。那 DCA 的时候我会再做一次。SGOV 是多久配息？哦，U 券，主播晚上好，天气冷要注意身体保暖。没事，谢谢你的关心，已经感冒了。真的太冷了，要去那个什么六福村玩哦，冷死。大家今天有出门吗？SGOV 多久配息一次？其实我都没认真去看，但我认真去看啊，我记得他看一下。看这里，这是几号？2025 12月1号，2025 12月19号。怎么感觉很快就配了？2026 2月2号，每次都配这个3点多，然后一个是$100，然后配3点多这样。9月、10月、11月、12月，哦，1月提前配啦，2月所以每个月配息一次，它是月配的。在这里，帮我切画面，这里每个月配一次，每次大概就配$0.3吧，0.35左右啦。然后不然1月比较早配，0.3这样几趴？我记得那时候算起来$100配0.3，哦，所以大概就3点多趴，3点多趴。还有人要问问题吗？U 券你这次终于比较少进来了。我今天应该开到，我今天开始开，8点45开始开，今天有迟到一点，迟到5分钟，可能开到10点半、11点吧。今天分享了我怎么挑到我自己的 portfolio 这10档啊，大家如果有错过的，自己再回去看回放。但是我觉得我也会拍成影片，就是怎么挑到这10档的。然后这10档呢，这部影片礼拜5还没看的，先去看。这10档是讲 Stephen Crisis 怎么挑的啊，他挑到的那10档啊，跟我自己挑到的那10档呢，我自己都会投。只是我自己的，我每档只投$500啊。这个 Stephen Crisis 他比较屌，我每档投$70。然后其中呢，我们有选到2档一样的，就是这个 MU 跟 INCY 啊，MU 跟 INCY。然后我下2部影片呢，会先讲 Stephen Crisis 挑出来那10档股票的解析，就是大概跟各位简介一下那10档股票，但是分上下2集啊。然后有一集我剪好，有一集还没剪。我自己的话，我会再拍一集。要过年了，下礼拜是封关，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台股封关，下礼拜3股市封关日啊，下礼拜3，现在那个手头有部位的，对不对？要走，要在这个礼拜3就封关了哦，就没股票了。但是如果没意外的话，以台股这个强度，我觉得还是就留仓吧，不要想太多，对不对？如果你是投资整个 ETF 的话，就留仓吧。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些那个台股，有些人在做一些回测，就是封关日到底要持股还是不持股？我记得我有看过这个研究，看过人家发文嘛，但有点久了，反正基本上流仓的比较好。优券台股终于不用再赔钱了，接下来要去美股冲浪了。你看台股终于不用再你现在不做台股，要全部拿去做美股了吗？我记得你有持有 AMD 对不对？我看那个 YouTube 的留言有看到 YouTube 有看到你的留言。AMD 看一下好了，上次直播礼拜三，我现在直播会调到礼拜三跟礼拜日啊。然后礼拜三的时候，哇，那个心惊胆跳啊，心情影响到我心情啊。我那时候直播结束怎么画的？我说，这个价格，那天只看到这里而已，那天只看到这个，只看到这边开盘啊。来，我说那接下来应该是这边抖来抖去吧？结果呢，他妈直接开到这里，然后这里有点可怕，有点可怕。他没有涨过这个120 AMD 是不是真的要到尽头了呢？现在60 底后价在这里哦，你看在它上面哦，它现价在这里哦，所以这个是有压力的，对。然后20 未来往上大走啊，这个要留下来，所以它现在两重压力。那120 呢，从这里走下去，所以这一根应该是有支撑的，这根是有支撑的，这两个是有压力，所以我觉得它高继还是会跳回来了，不会那么快下去。但是危险的是什么？当120 从这里走到这里，从这里走到这里的时候，这一段，对不对？长度呢，拿到这里，你还没有站上120 的话就危险了。为什么？因为它抵扣价准备往上跳到这里啊，所以 AMD 要赶快涨回去啊。那它现在有交叉了吗？目前还没交叉，还没向下死叉，对不对？这边2次黄金交叉，这边都还没死叉，都还没碰到哦，这边都还没有红色叉叉。但是你看它跌到哪里？它跌到这个200日的时候，其实有被偷偷被撑一下，200日一眼夜色有被支撑一下。过年开盘，我的台股就不会继续赔钱了，过年就要去美股赚赚看红包钱。OK， 你是台股都卖掉吗 ？U 券？那个 RYEN 那天也400买一股 NU， 结果隔天早上起来吓到。NU 看一下 NU 哪一天？礼拜三吗？在这里买是不是？400还蛮上面的，这里差不多。没事哦，NU 很强哦，大家 NU 真的不用担心哦。你看现在这个底沟价在这里啊，这个均线继续往上走，对不对？有支撑的，有支撑的，不用怕，对不对？有没有撑上来？有撑上来嘛？不用怕 ，NU 不用怕。很多人在那个礼拜三那天被洗场出去啊，但洗场出去就真的很可惜。你看礼拜五，大家看礼拜五的行情，对不对？先看那个 Stephen Crisis 挑出的那10档的行情，7.2%，负3.5、3.8、4.29、5.48、2.7、3.81、8.81、8.28、7.25啊，它10档长这样。如果你没有被正下车的话，当天就是4.74%。但如果呢，我的呢，这个是我自己选的，我自己选的是4.4%，然后报酬率在这里，全部都是正的，没有负的，但是没有涨得比它多了。10档，你说 Stephen Crisis 选出来10档有没有 Google 吗？没有 Google， 很可惜没有 Google。我自己选的也没有 Google， 我跟他一样的就只有 MU 跟 INCY 而已，是一样的。
然后我自己选的那个产业有点集中啊，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纯量化分数跑出来的。如果大家还没有看那个我怎么选的，这个直播中间有，大家回放的时候去找一下我怎么选的。我这个10档里面呢的那个给大家看一下，我主要的其实产业啊，就产业而言的话，在哪里？在哪里？好吧，这有点有点难用，我用上面那个找好了。这10档先看一下那个在哪里，产业别这么难用啊？这个吧，对，这个产业别，看一下，这个是通讯服务啊，TSN 台积电嘛，就是 IT 的，然后其实这5家都是挖金矿的 ，Mineral 就是materials 应该讲的是原物料啊，这些都是挖金矿的产业。然后这个 NU 记忆体嘛，也是 IT 的，然后2家那个 healthcare 那个生物科技的。哦，主播都是台湾几点买美股？我这凌晨到中4点半，常常睡过头没有？不是啊，你可以开盘就买了。那个美股的那个交易时间有2个，他在看那个当那时候是夏令还是冬令？美股开盘时间，台湾啊，我都是在开盘就做了。就如果在夏令的话呢，是9点半啊到隔天的4点。它冬令的话是晚1个小时，就是10点半到隔天的5点啊，所以我都是在9点半跟10点半就做了。所以 U 券你现在是闹钟，现在冬令对不对？你就设10点半，晚上10点半。然后夏令的话呢，就是设晚上9点半。然后至于刚刚说 Google 不选嘛，Google 是目前我7巨头最看好的，但是我觉得 Google 太大，就是我自己的投资，我还是想投资成长股。就你要知道，大公司要在往上成长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它市值已经太大，所以你看他们的估值呢，基本上都会是 F， 都会是 F， 就是真的涨不动。不是说涨不动，就是你要它再翻几倍的难度，跟想股票比难度是很大的。那要投资他们，我为什么不去投资 ETF 呢？对不对？ETF 又帮我做到分散。那如果他们有一天陨落了呢？陨落我的风险性就会变得很高。所以为什么不投 Google 呢？你看，虽然它的获利能力 A 加，然后市场性 B 都很好啊，动能 A 加，efficient B 加都很强，但就是它的估值太高了。而且我真的觉得它的那个 Gemini 加它的搜寻引擎，其实是其他 AI 要打赢它其实很难，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搜寻引擎的这个资料库存在，就是它自己有一个可以去训练它自己的工具，那些搜寻引擎都是它自己的，所以 Google 其实是我7巨头里面最看好的。所以你去看那些线图也一样啊，看 Google 的线图，我记得 Google 现在唯一比较好的吧，你看 Google 还在哪里 ？Google 还在均线之上。你刚看过 Amazon 吗 ？Amazon 已经下去了，对不对？那你去看，20N 现在是压力了，20N 是压力了，为什么？因为抵扣价往上走，对不对？那20N 现价在哪？现在在这里比抵扣价还低了，所以现在这条线会是压力了。那60N 呢？这抵扣价在下面，所以60N 还是支撑，所以接下来应该会在这里面晃来晃去，晃到这个20A 掉下来，它上穿刚好。现在是短期修正 ，Google。所以不是说不能买 Google，是我觉得它太大，要再翻1倍、翻2倍的那个可能性比较低，难度太高了。但是它的如果你是那个比较稳健、稳扎稳打，我觉得 Google 那么大家是可以拿着慢慢投资。
OK，有问题吗？U 圈，你那个闹钟记得先改啊，不然你今天晚上4点半又要起来尿尿了。哎，U 圈你是用副委托吗？还是用那个入金在美股去买的？副委托，你是用副委托？那不行啊，尽量不要用副委托啊。如果你要用那个副委托的话，建议都是用定期定额那种设定的。就像我之前讲，香港银行有嘛？哎，要再推广一下香港银行吗？帅哥，主播，我已经决定明天请假了，太冷。你看，真的哎，还是会请一下，扛不住哎。哎，帅哥，那个香港银行可以买美股，可以先去用用看啊。如果我建议，如果你要买一些什么其他股票的话，还是第一种用设定的，设定的就是我之前是用永丰金证券啊。哎，这个频道我应该之前有讲过我怎么买美股的，在哪里？啊，这个将来银行入金美股有优惠啊，所以这一部影片再推一下，可以用我的推荐码注册一下将来银行。Hello，各位，这个将来银行第一季的权益，对 U 券你可以先看一下这部影片。将来银行入金到 First Trade 只要花$3，就大概90块台币，你就可以把你的钱呢，丢到那个 First Trade 上交易了。那你付委托，他收你一次手续费多少？500块吗？主播不推用付委托买个股嘛？对啊，我觉得手续费太高了，而且你在台湾你买个股的话，很多买不了啊，你只能买那些比较大的啊，对不对？只能买一些比较大的，像我自己选的，例如你可以买什么 GFI 跟什么 INCY 吗？买得到吗？应该买不到吧？就付委托只让你买一些什么 NVIDIA，对不对？就是 Google 这些比较大的公司，所以我不推荐用付委托。第2种啊，一种方式就是去用券商设定定期定额，但是只能买 ETF 跟那个什么用ETF 跟比较大的公司 NVIDIA、Apple 这种。然后这个呢，我在这里有讲这支影片，我使用过的台股 APP 和网站，这支影片里面有讲。然后后面将来银行这里我有在讲，就是将来银行现在已经可以去买美股了，但它一样，它只是不用开券商，但它一样是用设定的。设定的意思就是你不是真的下单去买，是你设定好，然后将来银行去帮你买，所以你不能确定你要买哪个价格，你只能确定你要买还是卖这样。然后，但他买的话也是用设定的，设定的手续费就比较低，然后将来银行就可以电汇到 First Trade，我都是用 First Trade 来交易，电汇手续费是现在目前用过最低的，就$3而已。所以如果你想要做很多支美股的话，比较小的公司的话，那还是长期来说呢，还是先去开个将来银行。然后这部影片下面有这个，每一部影片我都有放啊，这个优惠码，用我的优惠码可以直接领200块台币。你用口袋证券买，手续费0.08%，它零低消，个股和 ETF 手续费都一样，但应该只能买比较大家的吧？口袋证券，小资投资首选，券商美股手续费大降价，哎呦，没听过哎，感觉有料哎，我研究一下。哦，但我记得他的资料好像没有很齐全，我有看到有人推。0.08%哦，那蛮低的。但是 First Trade 的话是在美股券商的话是完全都不收的，所以你长期要买的话，还是建议丢到 First Trade 啊。然后，但是他应该只能买一些比较小的吧？就你买的话，它是挂单的吗？它是可以挂你的现价是多少的吗？
感觉好像也是好啊，我这个改天来试一下。如果做长头没有要进进出出，应该还好吧？确实，但是他会收信托费吗？你要研究一下他会不会收信托费哦。2020年开过美国券商 TD， 后来一直没入金，我账号被关了啊。哦，说 TD Ameritrade， 哦，我是开 Fair Trade， 其实 TD Ameritrade 也可以啊。哦，一直没入金会关账号，那再开一个啊。我觉得 Fair Trade 那个有中文客服，然后有中文的那个什么界面比较好用，然后也比较简单一点。但如果没有要进进出出，确实用这个口袋证券好像也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会被限缩，你只能买一些股票吧。啊，例如你要买这个 EXEL 买得到吗？我随便乱问的，查一下呢，口袋证券买不买得到这个 EXEL？我记得都买不到，什么 NEN 啊、INCY 应该都是买不到的。这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你要长期投资美股，还是把钱丢过去啊。然后 Fairtrade 我已经申请那个 Fairtrade Debit Card 了，所以我可能要2个礼拜后吧。他说15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拿到。那拿到之后呢，那张卡就可以去领现金了，也是不用手续费的。1个月有1次机会，可以领3万吧。但是就领现金有那个 Debit Card 来说，我记得是另一家比较好。另一家叫什么？另一家 broker 叫什么 ？TD 吗？还叫什么？忘记了。另一家叫 IB 啊，银透证券。它的好像记住它的 debit card 好像是完全领钱跟提现都不用，永远都不用手续费，所以带那张出国呢超方便。例如你要去泰国，不用换泰币，直接带那张去那边领；你要去日本，直接带那一张卡，直接去日本领日币，都不用在台湾换汇，就不会被抽一些手续费了。IB 啊，如果要换的话，要领钱的话，将来银行有优存吗？哦，不得了了！将来银行现在，这部影片你还没看对不对？建议先去看一下这部将来银行的。我给你看一下将来银行的美元定存，部分也是我本身有在用的，就是它这个薪资3.8%，现在是3.8%吧？我现在资金美元定存3.8%，我现在自己存3.88算多吧？哎呦，口袋证券不委托条 EXE 可以买，哎呦，那也不错哎。但是你要注意它那个5档，就是会有很多溢价。那口袋证券看起来是可以用的。但它记得好像它比较小一点，还是要用的话，还是要小心一下。但如果你只是小额投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啊。好哦，改天研究一下这个好不好用。刚刚讲到哪里？那个江银行，现在我去看，最近才刚存啊，就是它的美元定存是3.8%，就是有兴趣还是可以开一下。啊，记得用我的优惠码啊，可以拿200块台币。好了，10:43，主播今天破纪录了，13个赞，真的假的？看一下，12个，谁收回赞？收回赞，刚刚那一位，再给我点一次，13个 ，OK， 过关了。好了，现在开了1小55分，开2小，还有5分钟给大家询问。鼻子不舒服，等一下就要倒下了。啊，等一下还是先把这个修好，今天都没办法highlight大家的那个聊天室啊。六福村什么最好玩？
哦，最好玩哦。下次直播是周三吗？对，下次直播是周三。哦，主播祝我早日啊，没有啦，我那个鼻子是过敏啊，通常都1-2天就好了，通常都明天就好了。对，下次直播是下周三晚上8:45。我今天的直播忘记先设定了，就是先设定在我的那个频道上，所以我这次会记得，明天我就先设定。然后没有跟直播有漏看的话，可以去，我之后都会把直播基本上都是有留档。我最近换封面，换这个全白的比较好吧，不然大家都要看我房间丑丑的，对不对？就大家如果那个直播有漏看的话，然后也没有时间追我常这个2小时的直播的话，可以到我的这个影片下面这里，我最后都会上 CC 字幕，最后都会上 CC 字幕，大家可以搭配这个字幕来看。有 NV，然后下面我这里也全部都会上时间轴，就你可以挑你有兴趣的来看就好了。就如果后面我没看到的，或是中间才进来的，那像今天的直播对结束之后，我会在隔天、明天或后天做这个时间轴。然后我今天有讲我怎么挑出我今年我自己最看好的10档股票，怎么挑的哦。然后大家没跟到的，2天后去找我的直播留档，对不对？然后去找这个时间轴，这边就可以看到了。没有啦，不辛苦啦。我就觉得分享这些东西是我自己也有在进步，但是我只能说，就是这些东西是我想要完全记录我自己的一些思考过程，还有一些投资方法，然后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从你们那边搞不好我会得到一些反馈，对不对？也会得到一些反馈。但是我接下来应该会先拍一些比较基础的，就是像是资产负债表啊、损益表啊，还有那个信息流量表怎么看，还有一些财务指标怎么看。因为我想我现在讲完这些东西，我再跟大家讲我是怎么选股的，大家应该才会比较理解我的逻辑。虽然我也没说我选股就马上会赚钱，会赢那个什么 CK Alpha 他们那些分析师选的，但是就是我还是想要自己学学看，所以我资金比例也丢很少啊，就是我还是他的每档股票我投$700啊，我自己的我就每档投$500而已，但我最大部分的钱都还是放在那个 SP Xilo， 就是我是放在 SP Xilo 的。比较想学怎么看线图哦，比较看线图 ，OK 啊，比较想看线图，那部影片哪里？我的影片应该有2个在讲看线图的，就你可以先去找看。第一个是这个破解移动平均线的秘密，让你赢在股市这一部，里面有讲均线怎么使用。然后第二个是我实战使用这套 K 线观察系统，创新高低、成交量分布、跳空，一次讲清楚这2部。但我觉得之后应该我会再整合把它们拍成我的交易系统这一步，但是还没那么多时间了。现在先看这2部。刚没切到画面啊，看一下呀，这个破解移动平均线的秘密，让你赢在股市，跟这个哪里？哦，技术分析这个，我实战只用这套 K 线观察系统，创新高低、成交量分布跟跳空一次讲清楚。这2部，但还有一个技术分析没跟大家讲，就是趋势是怎么转折的这件事情，还没跟大家讲。主播还没回答六福村什么最好玩？我觉得就今天这个天气来说呢，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激流泛舟。我不知道大家玩过激流泛舟，就是一个那个圆圈圈，然后会到那个水，然后在那边转，对，然后会有一个坡度下去，然后那个水这样嘴巴溅起来，你就会干好冷这样，真的有够刺激的。激流泛舟，在今天这个天气体感温度1度的状况下玩激流泛舟，那个水溅到你的身上，你就像被冰雹打到一样。那我今天在买票的时候，我才知道六福村还有主题曲，完全没听过他们主题曲。平常那个什么，都听到的都是那个什么
其他家的，什么躺着玩，还是坐着玩，还是趴着玩，还是发现好玩，对不对？那你们知道六福村的那个口号是怎么讲出来的吗？六福村的口号，他们自己广告的口号怎么想出来的吗？就是老板叫下面的员工说：“哎，各员工，你们给我那个八仙想那么厉害的，对不对？这么厉害的口号，我们也想一个厉害一点的。”然后他们每个那个员工都这样，六福村啊，他们的口号创出来就叫六福村，这样，好吧，很烂。大怒神我有玩一次啊，有玩一次大怒神，然后还有玩一个不知道那个什么游戏，这边天旋地转，哦，好冷，确实，讲这个笑话真的好冷。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时间是10点50分，有开2个小时了。下一次直播时间是下礼拜3晚上8点45分。然后大家有什么，我这次会先记得先开直播。那如果大家直播的那什么，就先建立好直播。那如果大家想要先问什么问题，但是怕没问到的话，好像可以先到聊天室那边先去打。然后可以先到聊天室那边去打。啊，我开直播的时候，我就会先优先回答那些问题。然后我之后会把那个修好了，观众 highlight 那个东西，观众打字那个秀在画面那个东西修好。然后大家可以期待我下次的直播。OK， 帅哥晚安。今天直播到这边。然后前面有没跟到的那个，我会2天后我会建那个 CC 字幕跟那个什么时间轴，大家可以跳出去看。好了，那今天就先这样。大家晚安。明天很冷哦，能请假的赶紧请假。吴雅婷，第一次见到吴雅婷，先点个赞，我再下播。好了，开玩笑的。好了，感谢。有问题的，下次会先开好那个直播啊，大家可以先去那个聊天室先打字，我就开直播先回答。好了，那这是阿伟的投资记。我们下礼拜三直播见，啊，现在上片都改到礼拜5了哈，所以这个礼拜5上的那个 Top 10 10档还没看的，赶快去看。有按赞的，好，感谢雅婷。好啦，要下播了。OK，拜拜。